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门现场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黄伟汉先生、王玉明委员、徐宏庭议员、陈凤馨小姐。好，伊朗宣告他要转守为攻，不再挨打了哦，而且呢设期限要美国照办，现在好像到底是怎样啊？那否则还要准备战事要给他升级哦。前2天我们都看到川普就是说不行，要把你毁了，把你毁了，把你荷姆兹海峡打胜以后，我变成美国的领土。现在伊朗突然说他要升级了哦，而且呢，我这件事情美国给我照办哦，否则的话看你川普，你现在民调这么低，你怎么选你的期中选举啊？那美国说这个跟伊朗打经济耐久战，就看谁能撑得久。问题是伊朗已经被制裁了很多年了，所以他反正就这个样子啊。那原来呢还有上街头去抗议啊，这个通货膨胀啊，抗议物价上涨。但这一打以后，只要美帝一打，伊朗内部的反抗势力也很难上街头了。川普表态，我不急于结束冲突，那要拖到什么时候哦？而且他不是不急于，他根本结束不了啊哦。那另外呢，川普还想去炸安曼，安曼是美国的友邦哦，因为呢，安曼最近跟伊朗常常找安曼谈荷姆兹海峡，我们怎么控制啊？到底走北边还走南边啊？等要不要收费啊？等等，所以川普火了，所以要炸安曼。但是呢，他真的能炸安曼吗？CNN就说川普他口记录缠身啊，这个言而无信，所以你就算威胁，人家也不相信你嘛。你的威胁又怎样呢？哦，那这个川普的停火备忘录失效，哦，跟黎巴嫩的冲突升级啊，这是一个荷姆兹海峡。到底呢会怎样对安曼的警告？另外呢，这个 CNN 分析，因为川普的威胁的信誉受质疑了，所以外交上人家不太相信他了啊。另外呢，林肯号有250天没有靠港哦，然后呢听说都有水兵受不了了，要跳海哦，就不想活了，因为太5、6千人挤在那么小的这个航空母舰上，对不对？很挤了哦，生活品质很差，又没有新鲜的蔬菜，又没有水果，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不耐了啊。那川普说：“我听一个将军讲，这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将军说上将哦，他说我曾经那里比这边待更久的船我都待过，250天算什么东西呢？而且我认识林肯号的人哦，这个将军说他们那个船维护得非常好哦，哪有说什么这个照顾不好、饮食不好，哪有这种事情？没有，都乱讲的，CNN乱报，都CNN骗的。所以呢，那个船上有军舰嘛，就说。”他们难道说官兵是骗子吗？真的骗他吗？哦，那另外呢，现在说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川普对他慢慢失去信心了，哦，所以呢，又加上林肯号这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又曝光，所以呢，他可能在习近平去之前就丢官了，就是反正转移责任了啊。川普这战争是战争部长说要打的吗？你这个川普如果不说要打，能打吗？哦，另外呢，有一个驱逐舰叫做班福特号。福特号是航空母舰，有一个驱逐舰的班福特号 （Benford） 哈，在7月24号哦，这个跟呢这个华盛顿航舰一起走的时候呢，发电机机电故障，所以船上的厕所也不能用了，空调也通通停了。那么热，没有空调在船上海上这样晒，很辛苦的。你不要以为都可以到海里去游泳，很辛苦的。还有厕所要靠电来抽啊，哦，抽水马桶等等，通通失效了。连供餐都成问题，你看美国搞什么鬼？结果呢，被航空母舰战斗群把它拖到苏比克湾，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去大修才可以，在海上没有动力漂浮4天，你很难想象这是美国了哈。那另外呢，川普昨天说啊，南韩要军演，当时我叫他们去支持我们打伊朗，南韩都不肯，说什么。他的油50%都从荷姆兹海峡来，所以他不想得罪伊朗。哦，我们在南韩有39000个兵力，不过后来昨天查是28000了哈，有39000个兵力哦，还有演习，所以呢我已经来不及停止了。但是我们缩小规模，演习美军的兵力不要那么多，演习不要花那么多子弹啊，花那么多这个经费，缩小哦。所以呢，为什么呢？是我不想向北韩释出错误的讯号。而且呢，他昨天还抛出他这个几年前跟这个北韩头头金正恩的合照哦，表示而且有讲这句话，我听得有点害怕。他说我跟金正恩是好朋友，我欣赏他。他好像也这样讲习近平啊，他也说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啊，所以他现在说用北韩来压制南韩哦，南韩跟他还有共同防御条约哦，跟他是关系非常好。从麦克阿瑟打完以后，348度线画完了，
台湾跟美国还没有什么防御条约哦，还没有什么这个邦交哦。他跟南韩有邦交，有共同防御条约，最多的时候有将近5万个美军驻在韩国，现在还有将近3万，他都可以说我要拉北韩来压制南韩。那他是什么样的人？会怎样？而且他说，韩国总统只会跟我讲谢谢，我们派了39000美军保护他，他都不帮我们，太可恶了。所以我现在呢要降低这个演习。最新民调，路透社跟 Ipsos 民调，川普的支持率跌到33%。反对他的有66%， 8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的战争短期结束不了，所以他这个11月3号的期中选举，我觉得共和党岌岌可危。我们看一下。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舰展开夜间起降，导焰板升起，后燃器喷出烈焰，战机急速冲出甲板，展现夜间作战实力。在美伊紧张情势升温之际，美军动态备受关注。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眼见和伊朗的60天停火又将到期，美国总统川普再度释出强硬讯号，强调在核心底线上绝不退让，甚至放话，如果盟友阻碍美军在荷姆兹海峡的军事行动，美方将不惜采取轰炸手段。不甩美国强硬态度，德黑兰当局也展现强硬反击姿态。جنایتی رو مرتکب شدن و قطعاً این ترس و نگرانی همواره باهاشون خواهد بود. رهبر معظم انقلاب فرمودند که آرزوی مرگ آرام رو美伊双方剑拔弩张，但在制裁与战争阴影下，伊朗经济早已千疮百孔。截至7月的年通膨率高达66%，包括蛋、米、肉品和面包等民生基本食材价格比去年同期直接暴涨超过1倍。底层劳工每个月赚的微薄薪水，往往只能苦撑短短8天。美伊两国互放狠话，残酷的地缘政治豪赌背后，伊朗千万平民百姓只能在断粮与动荡的深渊苦苦挣扎。来，凤琴。好，其实这一次呢，已经注定了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可能会是一个经济上面的持久战。其实川普就是打不下去了。这场战争改变了非常非常的多，在中东或者我们讲西亚地区，属于美国的传统盟友，他们现在自寻自己的生路，不管是沙特阿拉伯或者是这一个土耳其，现在开始自寻自己的生路。那么伊朗呢，其实很清楚的知道美国现在的弱点。第一，战争是打不下去的，而且你战争越是拖得久，它在全世界的受信赖的程度就会大幅度下降。第二，在经济上面，其实这一次呢，荷姆兹海峡的双封锁虽然时间已经越来越长，可是你会发现油价虽然上涨，可它并没有去冲破$100。到目前为止，布兰特原油1桶大概$91，跟在战争发生之初的$120，其实还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这里面背后有很多的供需关系，我不去细述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不认为油价是这一次伊朗在经济战上面去攻击美国的重点。但我要提醒大家，其实现在攻击的重点是美债。美国的长天期公债，这2天我想洪婷就非常的清楚，这2天其实在债券市场是非常紧张的，因为美国的10年期公债殖率现在已经来到4.726%。速度上升的速度非常的快，代表它价格崩跌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不只是如此，包括了日本的10年期公债，它已经创下了30年来的殖利率新高，是很惊人的。这一点呢，就国际上面抛售这一些已开发国家的长天期公债，10年期的、30年期的、20年期的公债，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相信现在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一个头两个大，伊朗的经济不好。通膨很严重，这个我们都知道。好，但是伊朗撑不撑得下去？伊朗撑得下去。我在这个节目多次的说过，因为终究它的粮食的自给自足率达到了90%，这是大家很难相信、很难了解的。但它有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以它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成绩。所以伊朗撑得下去，关键点在美国的公债市场撑不撑得下去。其实不要以为伊朗的好像是这个莽夫，没有。伊朗的平均教育水准是非常高的，他们90%以上的人是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这倒包括女性哦。
大家很可能以为他们不是错，其实他们是所有的穆斯林国家当中教育水准最高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在国际上面他们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所以要注意这个部分的经济效应。所以美国你看它的 CPI 通膨也还好，生产者物价指数也还好，消费的数据也往下降，那么就业的状况也不是那么的好，升息的几率降低了，结果长天期的公债殖率一直往上升，这是很危险的。而在军事上面呢，其实现在伊朗，我觉得真正发动攻击，我不敢说一定会或者是不会，可是光是打到今天，他已经让全世界的盟友都对美国没有信心了。最明显的是在亚洲，因为你看到他把唯一的航空母舰华盛顿号从5月起就从横须港，就横须贺港，然后从日本横须贺港就开始走，要准备要去往中东、往西亚这个地方前进，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现在经过了马六甲海峡。这件事情其实它对于盟友的信心的击落是非常严重的。在台湾是不是也非常担心？我现在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觉得，当然，我们作为媒体人去批评媒体，好像会觉得有点这个干嘛嘛？就大家就相怨嘛，就大家都合适了。可是，我觉得我对于造假这件事情，我是非常愤怒的。华盛顿号驶离这个太平洋地区这件事情，所有的这一些战略专家都说，哇，光中国大陆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们就得利了，因为他可以证明给亚洲的这些国家说，美国已经不是老大。美国连一个中等国家都打成这样子，那更何况要到亚洲来打一场更大的战争。那昨天呢，我就看了这个《自由时报》的标题，那我想，它标题是这样，就华盛顿就唯一的航舰离开了亚洲，然后后面那个标题那6个字，我就很惊讶，它上面写着“中国未必得利”。我觉得。其实我对于航空母舰在不在亚洲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发动战争，我是认为其实影响不大。可是呢，盟友信心影响是很大的。那我想知道说，是什么样子的战略专家或者国际关系专家有这样的看法？我告诉各位，我把那一篇的新闻翻来覆去、覆来翻去的整个的读了一遍，我找不到那6个字。我找不到那6个字，标题这样做啊？只有标题导言没有，内文没有，引述的所有的这些学者，大家都是说中国大陆作者得利啊什么，因为他引用的其实是《纽约时报》跟美联社的分析嘛，那是一个编译的稿子嘛，他确实在文章内部没有添加任何内容，标题就变成了中国未必得利。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如果不是焦虑到这种程度，何必去造假？那我觉得我们其实要去认清一个现实，我们过去认为美国很值得依靠，其实这个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也不认为依靠美国，从以前到现在，就靠人吃饭会饿死，靠人打仗会失败，这是我们小时候从小就学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现在认为我们还可以依靠美国，我们还可以依靠日本。我觉得美国的经济会如何，美国的选举是如何固然重要，但是台湾能不能认清现实，能不能像把鸵鸟的头从沙堆里头抬起头来，可能更重要。不主要因为美国以前常常叫我们要撑2个礼拜、3个礼拜、1个月，你撑，然后美国呢总统要经过国会，然后派兵来保护台湾。问题是现在老美不会派兵啊，谁认为老美会派兵来？你认为老美会派兵来吗？你傻啦！所以老美既然不派兵来，你撑2个礼拜、3个礼拜、1个月又怎样呢？这2回事情了。所以我们老美现在叫你也不叫你撑了，叫你打城镇战，叫你打这个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对不对？他根本不会来嘛。洪庭那个财经状况怎样？凤青要问你，说什么长债啊等等美债到底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整体看起来，其实美伊战争这里面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中东的国家，这是第一线，第二线反而是我们亚洲国家，所以其实受美伊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日本。日本的整个的汇率，其实因为它要做能源的进口，所以它日币，你看大家都已经跌成这个样子。那美国被迫要去帮日本去守它的这个汇率，但最近看起来它的这个汇率的状况不是很好。那165这个底线到底守不守得住？我是打一个问号。但我认为应该有机会，就是 hold 在这个地方，而不会继续再破下去。如果再破下去，那就会出现蛮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
黄金市场其实也是，你看像印度其他几个进口国，你看印度花了多少抛售了多少黄金，就为了守住它的这个汇率。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单一一个美伊战争，其实它影响的不只是油价，它影响了油价，它影响了汇率，它影响了黄金，然后再影响美债、日本国债这些部分，它是一个连锁反应。但在这上面最妙的事情是，美国自始至终它其实不是第一线曝险的对象。所以川普他敢讲，就是说我也来拖。当然一部分我认为是逞强，但一部分确实美国在这一波上面，它不是最受伤的，最受伤的就是这些中东的所有的国家，就是这些这个能源出口国，以及能源要进口的，像印度、我们、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它受伤最重，所以整个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的不稳定的。那这也是刚刚凤也所提到，这个连锁反应其实才是接下来的这个重点。而我认为就是说，现阶段川普会骂阿曼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阿曼跳过美国，直接跟伊朗直接谈了。那直接谈了以后，其实这个方案最有可能是 soft landing 的方案。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谈好了，伊朗这边搞定了，阿曼这边也搞定了，那美国有没有保护其实没有差，只要认同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的这些人，他只要能够过。那基本上就 OK 了。那这也符合了美国有一派学者的说法，就是说他们认为美伊到最后会变成有点像南北韩模式，就是 soft landing 到两边都不提。那有没有继续交火？有。那有没有停火了？也有。那就双方变成一个停滞冲突。那这个是最好的 soft landing， 否则继续的这种大规模的动作下去，甚至如果到了地面部队这个状况的时候，整个区域的不稳定会更危险。那针对整个金融跟整个国际局势还有经济环境，我认为影响会变得更大。休息一下再回来。美国媒体 Politico 说呢，习近平9月访美国，跟川普会谈，但是呢没有意参加联合国大会。习近平9月24号大概确定了，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双方并没有改变。但是9月22号联合国大会开大会，所以呢，本来大家原来以为说9月22号习近平会去，然后23号在联合国开大会的时候发表演讲，结果看起来没有，因为现在呢也没有先遣安全人员啊到纽约去都没有，所以他们认为说大概看起来习近平不去啊，那只去跟川普谈。所以呢9月23号晚上习近平到这个华盛顿，24号跟川普开会，25号就拜拜了。也不参加联合国大会只在白宫双边的这个头开会那这也很奇怪就是说你自己想，如果是台湾，不要说到联合国大会演讲，赖清德说请到联合国大会去做一下，都高兴死了。习近平你明明可以到联合国大会演讲，他不去这就是这样反正你有了你就不稀奇了，没有了就拼命想要。那他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去演讲过，2015年他那时候还消遣美国，把美国骂一顿然后呢，接着在这个新冠疫情的中间呢，他用视讯曾经去发表个演讲那现在其实可以呢，已经到了华盛顿，纽约这很快1个钟头就到了嘛，他不去那美国学者说，习近平什么时候会打台湾？说有11个指标，这个11个指标如果都亮红灯，动手的机会就升高。如果呢其他的指标都是亮绿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会打，他有比较多的顾虑，两边呢就干脆这个开放沟通而不是把大门关起来那这个11个指标包括台湾的内部问题、美国跟国际的因素，还有技术跟结构的因素，甚至包括台积电的情况啦、人口的结构啦、习近平的历史定位啦，还有核子武器的平衡等等等等那台湾的内部呢，包括国家认同会不会转变然后政治的版图到底怎样国防的这个防卫的这个提升或是这个降低等等。美国一个 P8A 昨天飞到台东外海，在这边包括这个兰屿，这个绿岛兰屿都靠近了所以呢是蛮奇怪，他在干嘛这个 P8A 叫做海神式海神式的这个飞机那我看它的装备都不错它一方面可以做海上巡逻，一方面可以做反潜机这个 P8A 那另外呢，因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刚刚讲过，华盛顿号就到中东去了，所以航舰归零，所以专家就警告台湾、日本、菲律宾眼中的美国，这个不在
美国不见了，跑了嘛。航空母舰是代表你国力的象征啊，代表你的军力的象征啊。结果呢，中国还在这里。哦，中国什么辽宁号啊，什么山东号、福建号都还在，美国跑了哦。所以呢，这会让大家认为说，你美国要怎么回事？打一个伊朗搞成这个样子。美国一共有12艘航空母舰，通常是两三艘部署，其他在维护啊、维修，因为上面5、6千个人出来很麻烦的。那现在可能呢，要有4艘在海上哦。那另外呢，这个陆战队哦，这次演习呢，演习完了以后呢，换了一个民间的服装便服，留置说打仗啊，为什么呢？万一后续要打仗的话呢，你不知道我是军人，我这样有欺敌之效。专家认为这个效果是有限的，而且对国际法来讲呢，有违背。国际法，军人就是军人，平民就是平民。打仗的时候说我们只打军人，不打平民。只有军人在打仗，平民干嘛去伤？那你伪装成平民，那以后敌人把平民都当成军人之后怎么办？你就会造成平民的这个无辜的平民的死伤嘛，所以呢，这个智库的这个国防学者苏子云也说，这是部队求好心切了，但是还是要符合武装冲突法。你不要以为这样啊，占了个便宜啊！我明明是军人，你以为我不是，然后我要突然突袭你，那这样的话，他把其他平民也当成军人怎么办？我们看一下。国防部昨天上午公布，共军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截至17号上午6点，侦获共机1架、共舰9艘以及公务船7艘。不过同时间，在台海东部，昨天也出现美军 P8A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的身影，约莫在昨天的中午出现。航空迷透过航班追踪网站发现，这架 P8A 从冲绳方向一路南下，航机接近台东外海，甚至一度来到绿岛、兰屿一带，整段飞行过程超过2个小时，而 P8A 海上巡逻机具备海上监视、情报搜集以及反潜作战的能力。若共军的舰艇在花东外海活动，美军的巡逻机不排除是透过同步进行海上监侦，掌握共军的海空动态。一阵枪战顺利制服敌军，这是上周汉光演习海军陆战队617侦作大队验证留置作战科目。白话文就是在敌人攻陷地区预先留置特种部队，隐蔽潜伏，执行不对称突击。原本还穿着虎斑迷彩，上岸后到安全屋换装成便服。军方新闻稿指出，这是人员去识别化。小组执行讨论侦搜，随后着装战术头盔和背心，这贴着国旗很醒目，并投入作战。专家认可这项验证，毕竟兵不厌诈，但也有这层顾虑。我会尽可能把它的任务范围限制在侦查跟引导友军发动攻击，要尽量避免他自己拿起武器参与攻击，可能会让当事人在法律上遭受一个比较不利的地位。指出的国际法包括1907年的海牙第4公约，传统合法战斗人员要符合4项要件，其中得要有可从远处辨识的固定特殊标志。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附加协定书第37条禁止战争背信行为，其中包括假装是平民或非战斗人员。更严重一点，若不幸遭俘虏，敌军可能辩称人员不受公约保护，进而扩大攻击。对此，国防部没有回应，但据悉法律单位都有在研究。这时间点揭露则有通盘考量，验证新战术值得肯定，却也引发讨论。我看，刚刚我们看到那个P8A 海神式的反潜巡逻机，刚刚导播放的画面，给大家看个照片好了。它的特别在哪里就是它是双喷射引擎，所以它比较快，它是737的机身。那我们台湾用的是 P3C 的反潜机，它叫 P8A， 从序号看起来它更先进，它飞更快，而且呢它有攻击能力，差别在这里了那当然，因为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新闻画面里面，它是开放它的航机给一般的这些可能军事专家或者是迷都可以看到，表示什么？它故意让你看。他也可以不让你看到了但是他故意开给你看。那他能做什么呢？我就跟大家讲，这个 P8A 2个一个从这个军事上来讲的话，它是真攻一体，它不只是可以侦查，它可以攻击，它挂的是反潜跟反舰。反潜的话就是打潜舰、打鱼雷。好，那反舰的话呢，就是鱼叉飞弹，鱼叉有对舰以及对岸的，所以它基本上是有攻击能力，而且侦搜能力的。它飞到台东的外海，显然，然后我并不知道这个详情的军情是不是这2天。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潜舰也在我们东部海域这边，我们没有办法嘛，所以他飞过来，知道说我过来咯，然后停留2个小时，他可以侦测到。好，这个有没有被侦测到？这个后续有军事上面的讯息。那因为这个 P8A 呢，现在目前国际的各个国家都觉得说是一个先进的，既有反潜能力，又能够侦测出潜水艇嘛，还可以攻击，所以是想买的。那我们台湾是 P3C， 能不能买到？他如果来，
以后有没有机会买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前面在讲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生气哈，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观众朋友，美国到现在为止哈，曾经超过300天的航母未靠港补给哈，有过2次记录，一次呢是追溯到1972年，我还没有出生，中途岛号。那个还不是核子航空母舰哦，是传统的哈，因为它还打仗嘛，所以呢332天，那没办法，人家打仗。第二个呢是2020年到2021年的尼米兹号，当时因为突然爆发新冠疫情，怕官兵，因为一艘航空母舰大概5000个人被传染，所以也曾经341天。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心理健康因素？因为当你没有靠港的时候，情绪会焦躁，无法做补给。好，那观众朋友很简单哈。因为这一些在林肯号上面的这些家属，他们总可以联系嘛。他们说我们的这个家人已经情绪都已经很焦虑了。川普很生气，骂 CNN 的记者说你都假新闻。可是有一件事情要问，就是说，那这个林肯号是不是已经从去年底离港部署就是出任务没有靠港，到现在今天已经8月18号了嘛，超过260天呢、啊。那以往你去查一下，那一般的航空母舰到底多少运补？哦，一看大概是1个月到1个半月，30到45天它就会靠港了嘛。所以平常都是1个多月就靠港，30天、45天、50天都靠港，这个已经260天没靠港。即使上面的人都还每天在做体操，说我可以，对不对？但是总是它已经很长了，没有必要那么生气嘛，因为确实林肯号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嘛。所以观众朋友，结论哈，你要补给，你要有新鲜的食物，因为它一定有冷冻食物，可是你没有补给靠港，却没有新鲜食物，吃到的食物不一样，心情会不一样。听说管线有破裂嘛？那管线破裂，我怎么去上厕所？我怎么洗澡？哈，然后靠港的次数确实已经长达了9个月没有靠港了，这些东西都是可查的。那你要跟大家讲说，目前呢、因为我看军方是回答说，美国军方讲说，现在目前林肯号的那个船上心理健康不佳的个案数，是我们这10几艘航空母舰里面算是序列算低的。等一下，那它没有真的发生很严重问题，不代表大家都现在很愉快。好，所以这是其一。其二，简单讲了哈。当这个在横须贺港的航空母舰都已经离开了，我们西太平洋没有航空母舰的事情，这绝对不是一个寻常的状态啊！美国在那个这个中东的战争跟伊朗已经卡住了，川普也不想要他的民调那么低啊。我把它调出来看，川普过去的民调，他上任的时候47%满意，48%不满意，大概就1%误差，现在已经变34%的满意，跌了13%。问题还在他不满意度从48变59，所以现在目前满意跟不满意已经差了整整25%。今年的期中选举，共和党还有川普可能会非常难受。而且战争啊，这个赞成战争的啊，认为说这个打得有价值的只有2成的人认为值得打，其他都觉得说你打这战争莫名其妙嘛。休息一下再回来。